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陈一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云先生。然后今天是一期粉丝问答的专题，我们收到了大概有5万多条粉丝的问题，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。那等一下，在开始之前，大家别忘了要帮我们一键3连，还有再详细一点呢，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。这什么问题啊？2个人相差多少岁，然后会有年龄障碍吗？我今年是18岁，我今年31岁，姓他的鬼花95米的，我89的，相差6岁啦，我觉得。还好吧。交流上反正是没有障碍了，因为他其实内心还挺小孩子的，内心还挺小。然后我有的时候内心又很自私、很成熟、很成熟，所以倒还好，没有太大的鸿沟。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坚持每周拍视频素材？其实就是拍的很多都是我们的日常，就是。但是其实有一点烦哦，就是对每次就是我讲出一个很好笑的东西的时候，然后他都会让我重新再讲一遍。哎，刚刚那个话不错，重新再来一遍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像那个真人秀，就每天给他装一个摄像头在那边看我们的日常，所以有时候就看到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些片段，我就跟他说，要不你再重新录一下。然后他特别懒，甚至不是那个袜子穿反了。穿了一个肉色的袜子，所以太丑。然后说要不你重新穿白色、黑色的袜子重新录一遍。他说烦死了，不要，然后就不拍。就这样才真实啊！就而且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没有带着手机在拍嘛。下一个问题是2个人吵架了会怎么办？第一个是不怎么吵吧，然后第二个是吵完都是我哄他。放屁！因为我很好哄啊。你做错的话。你就很好哄我，然后我做错的话就很难哄你。再也不想哄了，因为我比较少做错了。如果他不开心的话，我就要想尽办法去逗他开心。好心酸的感觉，就很累，就还要当小丑。就有的时候他压力很大，像工作的压力或者是生活中，就没有人看我的视频，我压力就很大。怎么没有弹幕？怎么没有评论？然后播放量怎么这么低？然后我压力就会超大。就因为这些琐事太多，然后他就会有濒临崩溃的时候，可能晚上自己把枕头盖在脸上，妄想捂死自己，妄想捂死自己。就有一次我记得是压力太大，然后我就跟他说。叫他拿一个东西让我砸，我说你拿个东西让我砸，他这样给我拿了一个抱枕让我砸，他就把抱枕狠狠的扔出去，然后就这样心情释放了一些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我是随时随刻可能不开心，但是我很好哄啊，因为他生气的次数太频繁了，所以就很好哄，只能很好哄。自己选的，因为早上要早起，就每次都睡不够就很烦。我也好像在，而且我每次都还要比他更早起，其实。我叫他起床，然后比我更早起，然后他还心里不平衡。是的，起床气很重。怎么确定对方是对的人？不确定，还不确定。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会感觉性格很互补，包括像朋友们也都会说，你们性格很互补呀什么的。然后生活中可能如果不会见到对方的话，就会有点不太自在。就比如说有时候，就比如说每周6晚上，陈一山都是要在家里陪我睡觉的，不然的话我可能会睡不着觉，因为第二天早上要8点起床。就他不在的话就睡得很好。太恐怖了，他现在在给我下指示，因为我本来周6要回家。在家里陪我睡觉，不然的话我可能会睡不着觉。KO。吃醋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吃醋的时候就蘸着油条吃。吃醋会蘸油条吃。就我的话，吃醋就情感上吃醋，就我可能会闷闷不乐吧。然后，但我表现还是很明显，我蛮能瞪的。我好像吃醋，就是就是感觉我会臭脸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隐藏的已经很好了。就是很恐怖，就我不开心我就马上说出来，然后你不开心你就闷在鼓里，然后看起来没有什么
东西，然后可能发酵了一会儿，就开始打鼓，这个醋就已经酸到不行了，然后就整个脸色就会很暗沉。所以我们就要推荐什么化妆品吗？对啊，所以就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改一改，就是如果有看不爽的地方，有不开心的地方，你都要说一下会比较好。我现在一般都有说，就是比之前好挺多的。因为我之前是觉得说，这种东西要靠自觉，就有些人不自觉，还是要通过。什么东西？我就看个抖音，你都吃素这，什么叫自觉？好，下一个话题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小章鱼打游戏会冷落上书吗？酣战的时候会，但是只要每次一死，或者是每次重新开局，从线上从泉水到线上的那段时间就会喊他，因为怕冷落到他，就会喊他。陈莎你在干嘛？就这样。我一般就说我在干嘛，你看我干嘛？因为我在那玩游戏，然后不搭理他，反正互相气彼此。而且我每次玩游戏他都很不开心，就对，因为他不喜欢我跟别的男生讲话。我从房间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姐姐就在戳你姐夫，专门找出来搞我，不要碰我！睡着的时候喊了他前任的名字。